多少个地区啊？就是只是看马来西亚吗？没有，我还去过韩国、泰国啊，还有关注过新加坡啊。新加坡我们没有去探校，但是了解了一些信息。相当于日本、新加坡是关注，那么意思是说泰国、韩国都是去过的。对，带着小孩吗？韩国带着小孩，然后来马来西亚也是带着小孩。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呢 ，David。David 到大马有多少时间？快1年半。1年半啊，然后也是生活在吉隆坡和雪兰莪交界的地方的Bukit Jalil。对，今天呢就想来David 在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边吃啊边聊一下，就是一个是你小孩子让他在这里找学校，对吧？他在本来环境中教育的一些体会，然后你是怎么找的？因为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我遏制住自己不用奇葩这2个字啊，就是对，非常这个认真的、非常长时间的为他去寻找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花了多少？整整2年的时间，对，差不多2年的时间。哇，这个厉害！因为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国内的公立学校就读的，但他那个学校呢也属于一个公立的双语学校，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那边读的第2年级了，就是第2年级的上半学期。其实那1年半呢，我就觉得，虽然我们的当时的期望啊还是比较高，毕竟双语学校嘛，而且它的有一些课程呢是跟国际学校有那么一点接轨的。你们那个学校是吧？对，有一些，比方说它有第3外语的法语课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课啊。但是其实学校并没有太好的这种方向的师资和那个环境，包括设施等等，尤其运动类的。都没有。实际上呢，就是形式可能更大于实际。那其实还有就是教学的内容呢，那我们觉得跟我们以前小时候20-30年之前呢，变化其实不是太大，就本质上没什么太大变化。有一点失望的对，总体是有点失望。我今天就需要了解，你怎么想？然后为什么选这么久？来了以后，这个小孩子的一些你的感受和变化。然后呢，我想在会员节目当中再来讲一讲后半段，就是你自己这个作为家长，因为你觉得来也是为了自己，对吧？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小孩原先你会觉得有些失望，就体现在这个和20-30年前没什么不一样。对，没什么不一样不一定是个坏事。你怎么理解？我是认为就是说。很多知识或者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一些信息，应该是要与时俱进或者是相结合的，而不是说把以前的可能一成不变的那种经验也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一代一代的，就是原封不动的传下去。我觉得有些东西肯定是变化，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一直说一句话叫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对，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那我觉得变化是一直存在这个人生的每时每刻的那这一方面我是不太认同的那讲一些比方说实际的案例，你觉得这个实际案例我现在一下子真的想不起来，我就觉得不要去说了。那比方形容一下来之前就是你小孩的一个读书的状态，比方他是开心的不开心的紧张的放松的对吧？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吗？这个我可以提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小时候我也经历过，就是一般老师布置的作业无论是语数外都是的，就是今天教的东西今天做，明天教。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吧？就是它的时间非常的短。那我们本来以为是正常的，然后到这里就发现说功课可以1周一讲。我一说你就懂了，对不对？但是这中间如果把时间拉长，你让小孩子自己去安排时间，他会有一种自己安排自己的能力。和自我约束的一个能力跟一个自觉性这就潜移默化的产生了这种就是人的一种长时间培养下来的一种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就是你可以做一些长线性的事情因为人比方说我今天放学到明天交功课，他1天24小时都不到的时间，你说他能思考多少东西，做多少内容？他就是没有一个思考的过程，或者是说一个更好的准备的过程。就像他们现在交作业，在这边交作业的话，他可能是说，我下周你需要把这个东西交上来，然后老师要看一下你的进度到哪里了，他在中间也有时候会突发奇想，这个作业我可以那样做，我可以跟别人去配合，或者我这个不懂，我当时觉得这个好困难，但是可能我们帮助他，给他一些想法，通过一些其他的，比方说网上去搜或者用 ChatGPT 等等
他找到了一些方式方法去解决一些问题以后呢，他的想法变多了，方式也变丰富了。其实这无形之中就培养了他一种长线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差异是吧？那你小孩他的整个他喜欢读书吗？喜欢上学吗？很喜欢啊，他是很喜欢。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是去年，我说在中国的时候，在中国啊，中国那肯定是不喜欢的，因为压力是有点大的，因为他第一短时间内要完成很多的事情，他万一当天比方说心情不好，或者是说今天人不舒服，他就会感觉这个事情很困难，他就肯定会有抗拒。这都是由作业多和密带来的是吧？对。他喜欢老师吗？他分的，不是所有老师都喜欢，有些老师他是喜欢的。比方说，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们2个班主任呢年纪都比较轻，就跟我们年龄差不多，蛮有活力的，而且都有国外的留学背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啊。但是呢，他们的数学老师是一种很传统的他们相互之间呢就好像缺乏沟通，或者是说完全没有默契。就有可能今天有语文作业，也有英语作业，也有数学作业，都很重那这一天就很难受了而且你知道，国内我们现在交作业是有钉钉的这样的是吧？像企业管理一样。对，不是说你今天交完，明天我们再来看这个怎么样。钉钉就是类似一套在手机上运行的像 SAP 一样的这套这个管理体系吧一个软件。对，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的数学老师呢真的是比较激的，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今天晚上8点之前你要提交，不提交他就要在群里通报了，学号多少还没有交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都说家长参与度高嘛，你很高紧张吗？你要帮他拍视频吗？因为我们原先是这样的。对，然后还有做小报，其实感觉其实很多作业都是间接布置给家长，然后要让小孩做呢，也是跟家长说做什么，你再去催小孩。对，是这样的。对，所以小孩可能时间长了以后，他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说你让我做我就去做，你不让我做我就尽可能不做，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为自己做的。运动什么多吗？文体活动这些有不多也不多。第一，国内呢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设施跟环境，那就会他机会变少了。像这边呢，就是学校什么游泳池各种体育类设施等等，他们每个一个阶段可能是1个月左右吧，他就会换体育项目。像之前1个月是游泳那我们大家下1个月是足球等一下我会问你这里的我们比较就知道。对，那就萌生了这个想法，对吧？差不多你来了1年半，那就差不多3年多前，你花了2年时间让他去看这个时间段是这样差不多吗？那么如果你让小孩到海外去念书，你不担心说小孩像有些家长觉得你想这样未来考不了好的大学，没法在中国找到好的工作这个学术上就一塌糊涂啦。那么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等等这些你都不担心吗？不担心？我不是不担心，我担心过，但是呢，我去深入的研究一下，有了我自己的判断那我先从第一点开始说，你说的这个以后考不上好的学校。那首先一点，我们本来在国内以为都是要高考的，但是国外不是的，很多不需要高考，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你适合你的成绩达到什么程度，你就读什么学校或者读什么专业。很多对，选择很多，这是第一点。那最差你可以2+2嘛，对，读预科也是可以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甚至于这里像马来西亚也有很多人是不选择读大学的，对，直接工作的，正常对吧？这你也可以接受不是说我能接受，因为我看到他虽然工作2年，他又可以去读大学了对不对？你是对他这个教育是比较宽松的，我觉得也不是宽松，但是他很严出就是说你进去以后，你申请大学读很容易，但是你一定要毕业的话，他还是需要成绩的。OK， 我觉得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国内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补课，你明白吗？我们是从来没补过课我们也不补课。对，就是你补课的话，就是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就是你补的不是分数，是分数线然后具体你多少分提升对应投入多少钱，差不多也是有比例关系对，就是要投钱投时间。对那其实我们还是停留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读书读书这一条路是唯一的出路，独木桥嘛。那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很好，很好。你看来你是一个比较 modernized 的这种这样现代化一些想法。那怎么会花了2年时间？你分别我们先说一下，你看了多少个地区就是只是看马来西亚吗？
没有，我还去过韩国。那之前呢是还有哪些地区？对日本还相对有一点了解，但是说没有去，但是我是了解的。对。还有哪里？泰国啊，还有关注过新加坡啊。新加坡我们没有去探校，但是了解了一些信息。相当于日本、新加坡是关注，那么意思是说泰国、韩国你都是去过的？对。带着小孩吗？韩国去的时候。带了小孩了，韩国带了小孩，然后来马来西亚也是带了小孩的。那先说简单的，就是说日本和新加坡你了解过，那为什么没有去呢？日本我认为日本去玩很好，吃也旅游好，对吧？对，你只要在那边生活，你会不适应。韩国也是一样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就分类丢垃圾那个事儿，我们可能就很难做到这个事儿。还有就是吃的文化饮食上面，你可能一个星期。在亚洲地区都没问题，但是你超过一个星期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这是饮食方面的，还有就是人文方面的，交流啊、文化啊、意识形态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那新加坡呢？新加坡应该都一样的。新加坡华人更多。新加坡这个不够，就是还要考虑到就是实际的经济问题。学校呢？它学校好像国际学校没有这么贵啊。国际学校你再怎么说，如果说你陪读的话，一年50万肯定是打底的。新加坡好像不那么贵吗？肯定要因为生活费你是50万已经很省的。OK， 那日本相对还便宜点了，对不对？对，又可以读公立学校。对。但是日本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读日语啊。OK。读日语如果说你是以后想生活在那边工作，我觉得是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那么清晰的定位。你去读个日语很难，因为我自己之前读过日语，我知道挺难的。其实入门很简单，一直到后面越难。韩国的国际学校要花多少钱？韩国因为可能我们看的那个呢，属于真的是比较好的，就是我名字记不起来了，就是它是在济州岛的，它的校园里边是有一个冰球场，它是加拿大那个体系的，有个冰球场，像贵族学校，我是没见过的对，贵族学校，对，贵族学校就是纯的贵族学校。当时我们问下来，一年好像是低年龄是40万，折算下40万人民币吧，这跟上海差不多了。光学费北京上海差不多。对，还没有，因为国际学校它有很多交流啊，出国这种兴趣班啊什么。对，这种都没有算。其实我估计60到70个 W， 那很厉害了，那应该是要的。对，大概是这个情况。那还有就是泰国。泰国其实我最后连学校都没看，因为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泰国还有一点跟日本有点像，它也是必须要学泰文。那我觉得更没有用。国际学校也需要泰文。对，都需要泰文。那我觉得更没有用。不是现在在清迈曼谷的那国际学校，他们小孩都要学泰文。对的，都是要学泰文的。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能接受。不是说学的有没有用的问题，我觉得是浪费一种精力啊。泰文其实真的是没有用。那还有就是泰国我们现在碰到的那个能说吗？就是叶子的东西，这种普遍性可以说可以说。那叶子的这种普遍性在街头可以看到很多嘛。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能够抵御的，就是环境问题，你多多少少会受一点影响。就像你到了一些娱乐的场所或者是附近，你就会闻到那种味道。是哦。对。还有就是那个我是没有见过还有就是枪支的问题。因为现在泰国枪支是合法。去年不就有一个这个暹罗商场的这个枪击案吗？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不是说一定跟我切身相关，但是呢有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或者意外因素可能就会被提高了。只要你不能让自己感到放心，我觉得就不要选，因为不然你每天都会担心这个事嘛，对吧？对，睡不着觉的。对，是的。这里面就是在来马来西亚之前，有没有哪个地方或者什么学校是让你最心动，就仅次于，还是说完全就排除掉不行？我基本上完全排除。一个是经济上的问题，有一些比方说那最好你是去新加坡澳洲直接就一步到位了。对，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OK， 那一个是经济上是首要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生活跟餐饮上的一些环境天气的一些问题，因为那个是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因为我也没有出国留学跟生活的这个经历，所以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得相对更完善一点，因为我是认为我踏出了这第一步就不会走回头路了所以我选了一个比较折中的
因为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挺意外的，一开始马来西亚并不在我的那个列表里边，不在列表里，没有，也是很意外的，也是在 YouTube 上看到很多。其实马来西亚这前10年，因为马航的事情，就是好像就感觉马来西亚从中国消失了，很多信息都断层了、断交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之前也没有来过马来西亚，就像我老婆之前跟我说，她认为马来西亚都是华人。他根本就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相对偏穆斯林的一个国家，对不对？那来了以后就觉得，哎，跟我们想象的好像是很不一样啊，就是你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都不太一样，它像这边的宗教这些东西我不太好说，我不太了解，但是相对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它也不是穆斯林国家，它只是宗教是穆斯林，对，对不对？它不能说完全什么，对，相对来说他们还是很接纳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非常开放。对，因为这边什么人都有啊，他能在这边生存，就说明代表他是能够接纳的啊。那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带小孩来的吗？我们第1次没有带小孩，还来了不止一次。第2次让他来的，因为第1次我们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们时间很紧张，只有大概5天的时间。在哪里？在吉隆坡啊。第1次我们只来了吉隆坡。OK。第2次我们觉得马来西亚可以，那我们就带小孩来了，直接面试入选了，然后对，就其他基本上就 pass 掉了。所以第2次才会来。明白啊。那第2次来我们还去了趟槟城，因为我们不知道槟城是什么样子的。后来就觉得还是要留在大城市，大城市的比方说商业环境也好啊。那个经济文化都更加多元化。槟城相对来说就是还是适合养老，或者是说你完全耐得住寂寞的人是可以的，不然的话时间待长了还是真的有点挺无聊的，因为槟城很小啊。对，2个地方你都看学校吗？都是看学校。看了多少学校？10个应该是有的，10来个。哇，像槟城的 Uplands。它是一个 IB 的那个很好的一个学校，对，但是我就觉得哇，这个学校太用他们话就有点古早，就是在山上的，然后很原始啊，是寄宿的吗？好像不是寄宿的吧？OK，对，也是走读的，然后人也不多，然后很安静，非常安静，就像在花园里面的一个学校，然后还看了那个 Stony 是新开的，就我知道一个英国的那个，对，就在那个超市边上，在那个海滩旁边，对，那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因为旁边有很多那个公寓啊，是租房子走路就可以上学校，很方便。但是个新学校，对，第一是个新学校，你看不出这个学校到底程度怎么样。第2就是中国人比例特别高还有就是学位，就算是个新学校，它已经满了。它地理位置太好了。你又透露一个因素，等下我们聊你的时候可以聊。对，我们4个想法都很还有藤比对，藤比好像我觉得日本人选择非常多。还有藤比就是因为槟城有很多学校，它是有2娃的选择比较多，因为它总体成本比较低。对，低很多对，从学费到生活费。对，尤其是低龄的，比方说你越来越就去了，那你可以选择槟城，我觉得没问题。到中学再来吉隆坡，选择就多了。对，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很好的。只是我们第1没有2娃。第2，我们10岁了，对，已经10岁了，我就没有去选择槟城了，我觉得没有意义。差不多，就小学快毕业了。对，这个是我考察得出的一个结果，我个人的见解啊。那第1次来的时候，我是去到了你儿子读的那个澳大利亚人学校，对，这个呢就是说，就是非常标准的西化的一个学校，因为我们英语都不太好，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也没有中文老师，没有，他老师是白人比较多，对，印度裔的一个老师接待我们，对的。那全英语的教的，我们就会感觉压力会有点大，而且那时候小孩子的英语也不行，现在其实转过去他是没有问题的，对，他现在增加了中文的这个老师，增加了就是要接待更多的这个懂中文的因为好像学校学生也不多很少的，对不对整个学校就400多那个学校我觉得跟 Upland 有一点点相像，比较大，人比较少对，也挺美的，就是花园型的这种感受。那因为我跟我老婆呢，相对来说还是偏商业化一点的，因为我们最后选择桑卫呢，就是因为觉得它的管理模式因为加拿大在金融跟商业方面是还算是比较强的，它给你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它很规范，就是像在企业里上班一样，就是有规则的，
你说现在小孩的学校？对，在桑威加拿大体系。对，我觉得这种，我觉得我们就很适应，我们觉得很安心，所以就给他选择了这个。那很好。那从客观原因上来说，就是我们当时选择也不是太多。第一，我们想去的学位没有第二，有学位的。有学位的我们不太想去就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碰到这种情况了我们当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像桑威，就是属于可选也可以不选，就有更好的，但是我也可以选择这个，因为桑威第一呢，它是本地马来华人创办的，因为桑威很有名嘛，它是做地产的，大马华人对吧？对，大马华人，对，大马华人，别怪我我不太懂这个东西，我无意的没有那么敏感就可能表述的不是太清晰，反正骂你也不骂我OK 那总体来说，还有就是桑威这2年在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成绩也是不错的OK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时还是因为英语不好那我们觉得 A level 呢，你进去的话呢，你直接就读4年级5年级了4年级5年级我们看过他那个功课，压力是挺大的那我觉得一下子过来呢，他接受不了因为他听不懂，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全英语的教学，他就会落下课程那小孩子其实有时候也要考虑到他的这个自尊心的问题那我们最后就选的尚威是因为他是加拿大课程他很多他是60%的是成绩是作业里边的30%好像是考试，还有10%是可能老师对你的评价它是这样一个组合模式那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那确实就是他在学校现在是挺开心的，就1个星期，我们来了1个星期以后，他就觉得，我要去学校，他就怕放假，一放假在家里就没事情干他就觉得没意思。是我跟你说，你择校去了那么多地方，好几个地方，我在想这个光考察的费用就不少了我当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花了7、8万吧，可能1年的学费了但是如果你选择错的话，可能成本更高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比方选择错了，1、2年才反应过来，没有人民币吧？人民币就是旅游的一些费用嘛，住宿、交通这些为主嘛。然后如果你选择错的话，其实小孩子这1、2年的时间成本你是没有办法估量的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回到中国我们本来没有想这么早把他送出来的我们本来讨论的是小学毕业5年级以后英语有一些基础以后，中文也有基础了对后来呢也是其实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加速器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催化剂就是疫情以后我觉得有很多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又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去解决的，只能说懂得懂对吧对，只能说到这样了Please leave 只能说到这样那这个加速剂呢一催化呢，我们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大概准备了3、5个月，了解了很多信息，联系了很多学校包括中介我们就出来了，就开始考察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得到很多帮助就是我本来是不知道的，就是有人跟我说你来大马一定要趁早，那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趁早这么早其实小孩子他很多东西都不成熟那他说尤其是英语你一定要趁早，要在10岁之前，那10岁之前你有很大的概率呢能把英语变成母语我原本是不知道，因为我语言不好我没有这种感受，我不知道。然后经过了这2年1年半他在学校里边学习以后他现在英语就是母语，我已经切手感受到了，就1年半嘛对吧对，我的感受也是对，就我儿子身边的一些同学，大概我想至少需要1年，哪怕是基础比较差的原先像我采访过的小朋友也是，他基本在四川没有怎么学进那1年以后，只要他认真的话他很自信他也可以跟朋友玩得很好你就从实际结果来说其实 OK 对，所以我们运气是比较好，这个纯是运气因为他来这边英语现在达到这个程度，而且他在国内有1年半的语文的基础他认字没有问题因为相对来说中文现在看来是比英语难的但是他中文也是有的，也没有把中文丢掉在中国1年半学习的中文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的英语就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了，那母语化的环境就是说他是从先听说再读
再写。对，我们国内基本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国内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学科，然后把它拆解开来，又通过练习。这里就是让它整个环境就是英语，因为老师每天跟你对话，对吧？对对对对，我说好像每天上了8个小时的英语是的，班是的感觉。因为我们第一年去年来的时候，我们去开家长会，那个加拿大老师，一个男的很帅，我女儿很喜欢，然后他会一点中文，因为他在广州的国际学校待过，有时候也跟我们用中文交流。我们就问他说，你觉得我们女儿过来这样的年级，然后她这英语水平，我需不需要课外再给她加强？他说他只是不用，因为中式思维啊，可能对对，他说补一补。他说你女儿在学校一天有6到7个小时全部在说英语，他说够了，回去让她尽量的增加体育运动，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其实我当时还没明白为什么要一起玩，那其实就是他是在玩的过程中，这个英语的进步速度非常快，而且在不同的国家的人，就是不同文化背景，其实他英语是有口音的。就像我现在我女儿，就是她分得清楚日本人说英语和韩国人说英语，马来人说英语和马来华人说英语都是不一样的。她也能分清她的老师是英国这个英联邦的还是美国这个，OK， 她口音是不一样的，也是多元啊。对，她就是靠听去识别，再模仿说。但她现在缺的就是说，她读还不行，因为她说的东西她都知道，但是放在眼前她就不认识它了。哎，听是读的基础，对，然后听多了以后，借由模仿，是的，就自然会读了。是的，不用很急，我觉得。那么这个讲的是你女儿1个礼拜就喜欢了，是吧？然后英语也有改变。她现在对老师呢、作业呢，然后你的参与程度呢，我们可以跟最早提问再比较一下。我没有参与。你不参与，我也是，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有个 app， 我现在连 app 都不看了，因为我老婆看，我老婆告诉我就可以了，因为内容挺多的。每天老师会把，不是每天了，就是有重要的，比方说 test 或者是一些创意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他们都会拍照，拍下来以后传到那个 app 上面，家长都能看得到。就是他只让你关注你孩子在学校学的什么，他不会给你布置任务。OK 很好，那你的时间都出来了。他喜欢这些老师吗？他的作业还是每天都要交吗？没有，他基本上自己安排作业，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只是妈妈有时候会，因为妈妈可能关心的多一点啊，会细一点，就是会关心他说，哎，老师今天给你布置这个作业，你知道吗？我女儿就会说，为什么要今天做啊？不急的，要下周交呢。哎，我们也经常说这句话，是这样子的。但同时他真的会做完吗？会的，他那种时间管理比以前要强很多。对，要强很多。以前虽然每天交，但是呢是你催着他，你比他还着急。现在呢虽然是每周交，但是呢他会安排。有时候说我们跟同学一起组队去做那个作业咯，对，那么就可能经有一点点我们的不放心，或者不用管他，那就基本上是自主自发嘛，就最终还是靠内驱力，对吧？对，就无形之中就培养了这种习惯。那你女儿还有一些什么改变吗？像她精神状态啊、个性啊，你觉得会有些变化吗？我们可能这个性格，相对来说还是偏内敛的。就是说她在同学交往了多了，时间长了，她就很放得开。但是，他们老师也提到，就是把她放到一个新的 team 里边，她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可能是几天、1周。OK。总体你给这样的一个选择。你觉得成功吗？到如果10分的话，我可以给8.5分或者更高。那为什么不是7.5呢？意思是说好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是超出我们期望的。这是一方面。反而那1.5分，如果是10分的话，差那1.5分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小孩子的问题。OK， 那怎么说？可能我们低估了小孩的这种能力。或者适应性，我也是这样想可实际上可以给他更高一点的强度，我觉得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有时候这1年多下来，我们也有一些改变，就是说我们以前就觉得这个你不做就不做了，这件事有点困难。其实现在不是的，现在就是说你想去做，你就先去尝试一下，万一可以呢？我们也有一些这样的变化。其实这1.5分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东西，小孩子他可能主观意识形态还没有那么强，就是没有那么多经验，他还是会来征求你的意见的。那我们有时候给他的意见，现在有些看来是不太合适的，可能反而会阻碍他一些更快的进步。讲得非常好这个讲得非常好，这个8.5还是说也是超出你预期的，对一个8.5，对，
好，非常感谢。然后也希望你的女儿啊，这个更加适应啊，更加喜欢她的学习，然后关键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并且投入，能够学出一些这个成就，这个祝福她，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先吃一点，然后等一下再来聊一聊你的感受和变化。好的，我们放在会员节目里啊，大家自己交钱来看啊，可以吃一点，我就开着了，反正等一下再录。可以啊，你那有电，我那可能没电。38还行。我有电池，你也有电池是吧？我有，我带了。尝尝看这个啊，茶碗蒸啊，这个是。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海鲜的，里面有牡蛎。你每天熬大细，你知道吗？哦，不大一样。海鲜味道。对。我这蛋实际上蒸的不是老过的。火候蛮好。这个三文鱼也可以吃。好像上海人都喜欢吃的是吧？对，我这弄这点是吧？来吧，你就在这里。上海人们欢喜吃海鲜呀，阿拉天天吃海鲜，没得海鲜性价比真的高。买个虎对吧？虎，哎呦，搿虎就是那个虎虾对吧？对，大虎虾。前两天辣盖可能伊拉叫大马虾，就是本地的虎。上天烧，搿油一煸哦，油是红红哦。NSK 你想老多，不是，白沙高头买了。那白沙。